这支影片给每一位曾经或者此刻想要登出的你。Hello， 大家好，我是36岁创业失败、破产归零，目前正在开启人生第2场的 Sabrina。用这个介绍是因为我想让点开这一个影片的你可以快速的了解到我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那如果我可以在这一个状态下走出来，并且好好的生活，你也一定可以。今天的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登出的想法，到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停止了它，以及我这30天冥想练习给我带来了什么。我大概在12岁开始，莫名其妙的每天都会有这个想法，同时还会不停的在想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到了18岁，家里发生了变故，这一些想法又再加重了一些。当时的我，直到几个月前，我都很经常的早上起不了床，晚上很难入睡，一直这么恶性循环下去。但我很幸运的是，这一路上，除了我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弟弟还有小姨，以及我遇到的老师、同学、朋友，还有我的先生，大家都一直把我往外拉。在22岁的时候，我看了稻盛和夫先生的《坚守底线》这本书，里面他有说到，人生的意义就是磨练自己的灵魂。这句话让当时的我叮了一下，虽然当时懵懵懂懂的，不是很能理解这句话真正的含义，但就是这么一下，让我撑到了30岁。在我30岁的时候，事业到达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登出的这个念头也是每2-3天就会在睡前或者是睡醒的时候出现。到前几年34岁的时候，创业失败归零，面对债务还有生活里的许多不得不，那一刻真的很绝望。最严重的是去年年底，我36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完全起不了床。我先生一直想要带我去吃我很喜欢吃的一家披萨，但是我硬生生的拖到了下午5点才起来。我很绝望的一直哭，无力的跟先生说，我没有想过我的36岁会是这个样子，我对自己好失望。首先是经济的部分，小时候是因为自己没有主动的收入，以及当时对于忧郁症的普及没有现在的广，而且我在除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面对家人以及其他人，我都下意识的逼迫自己尽量表现得很开朗，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喜欢郁郁寡欢的一个小孩。当时我以为我的这一些情绪只是自己放的比较大而已。中间事业好的时候，身边也没有朋友有接受心理咨询的，没有靠谱的医生推荐。那时候心理咨询只是一个萌芽的状态，还不普及。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很害怕浪费金钱、浪费时间，以及要对着一个陌生人赤裸的掏出自己，心里会有极大的不安全感。现在呢，则是需要先保证我们的基本生活，就更加没有办法了。但我觉得这几年忧郁症有被重视起来，越来越多人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我们有被告知要及时求救，进行心理咨询也变得不再那么的未知以及可怕。能接受到优秀的心理医生资源以及渠道也更加多。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可信任的医生，
自身经济状况也可以承担，真的很建议大家能第一时间接受专业人士的帮助，因为身边的亲朋好友不一定有接住我们情绪的能力。如果能够有专业的人士愿意倾听、引导，那我们康复的时间也许会缩短很多。崩溃之后，我就开始疯狂的看书。之前书架里的书一直以忙作为理由，其实是静不下心来，一直没有看。崩溃之后，我也只剩下时间了，因为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能躺着，什么都不想做，什么也做不好。我能做的只有看书了。我第一本看的书是《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是一位心理医生写自己看心理医生的经历。作者 Lori 也有一个 TED Talk， 推荐大家可以看看。书里面有一段故事成为我第一个转捩点。The cartoon shows a prisoner shaking the bars, desperately trying to get out. But on the right and the left, it's open. No bars. The prisoner isn't in jail. That's most of us. We feel completely trapped, stuck in our emotional jail cells. But we don't walk around the bars to freedom because we know there's a catch. Freedom comes with responsibility. And if we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our role in the story, we might just have to change. 当时我看完就觉得，原来是我自己把自己困住了，左右两边其实还是有路的。后面我陆续看了我刀枪不入，我可能错了，原子习惯，不要相信你所想的一切，这几本书都真正的帮助到了我，让我提高了自己的韧性，正视自己可能错了，还有开始固定自己的作息。中间也有穿插读一行禅师的几本书，以及 Headspace 创始人写的10分钟冥想，这几本也帮助我静下心来，跟着一行禅师一起看看树叶，学习他活在当下，并且开始尝试冥想这件事情。书单以及我阅读的顺序，我会置顶在底下的评论区，大家可以参考我的阅读顺序，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然后来阅读。但真正让我停止登出这个想法的，是灵媒妈妈写的《你是自己的钥匙》这本书。书里面有专门一章写的是关于自杀的灵魂。这里请允许我引用灵媒妈妈书里面描写的几段话。自杀并非冲动之举，虽然这样的结果常让周遭的人感到措手不及，但是会选择自杀的人，通常都是经历一段时间的酝酿，才演变出自杀的结果。自杀的灵魂死后会自然而然地被局限在这一个如同囚室般的虚拟空间里，里头会不断重复播放着那些生前让他们痛苦而选择自杀的情境，逼迫已死的鬼魂们再次做出决定。如果鬼魂最后还是选择自杀，那么那个相同的情境就会在他们选择自杀之后再次从头播放。在这个阶段，没有任何灵媒可以帮助这些鬼魂，因为他们无法听到房间外的声音，就像他们自杀前无法看见周遭响给予的帮助是一样的道理。直到鬼魂做出其他的选择，了解自杀并不是他们生前唯一的选项时，那个虚拟空间才会在他们理解的当下开始瓦解。坏消息是，这个让他们决定自杀而提前离世的考验，在他们下一辈子投胎后，很可能又成为自己的课题，因为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会一直存在于灵魂的平台中，直到他们在某辈子里学会克服它。
不知道现在看到这里的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当时我看完这几段，我瞬间起了鸡皮疙瘩，眼泪不受控的一直掉。但是这个眼泪不是伤心的，而是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从小到大为什么没有办法把这个念头从大脑里剔除的原因。原来这就是我的课题，原来就这么简单。有时候我们寻找的答案其实没有很复杂，有时候就像这一章一样，原来就是上一轮的自己没有克服好遗留下来的问题。那现在我克服了，就让它在这里停止吧。如果20几岁或者前几年看到这本书，我可能都没有办法理解或者顿悟这几段话的意思。但是经过这几年的低谷，积累看的这些书，我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把自己救出来，再掉回去，再救出来，反反复复的这20几年，让我在这一个黑洞里的时间越来越短，直到走到今天，我第一次彻底抛开了登出的这个念头。最近这30天，登出的想法只短短的出现了几次。我身上没有了负重，第一次觉得原来生活可以这么轻松，也第一次觉得每一天睡醒睁开眼睛，原来是一件不沉重的事情。2个月前，我有分享6个提升自我能量的实用小技巧，里面包含了除了看书，我还做了什么帮助到自己。当时的我也刚刚经历完一次崩溃，那些小习惯现在还持续不断的帮助到我，所以很建议大家再去看看我当时的分享。那除了这6点，我30天前还开启了冥想早课的练习。我的早课是这么做的：先冥想5分钟，进行身体的扫描，清空体内的负能量，然后就开始念心经30分钟，然后再以冥想10分钟结尾。冥想中的呼吸方法，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用鼻子呼吸，然后用嘴巴吐气，越长越好。比较适当的比例是1:3，呼吸要比吸气花3倍长的时间。我每一次这么呼吸的时候，我都能获得很平静的能量。要是你愿意，也可以现在暂停尝试看看。这30天的练习让我更加掌控我的大脑，在工作的时候遇到恐惧或者其他情绪，我可以很好的控制它，让它停下来，通过呼吸快速的恢复平静，专注回去工作本身。又或者是生活里遇到事情，大脑又开始不自主的疯狂开启小剧场，我也可以对自己的大脑喊停。工作期间，我的专注力也上升了很多，心情也更加的平和。这一个好的变化，也让我更加愿意把我的生活安排好。比如早上9点左右起床，10点到11点早课，11点开始准备午餐，下午2点前后午睡半小时，起来后就开始工作，下午6点吃简单的晚餐，晚上7点陪多多益善玩，然后8点就开始准备晚上的工作，1点到2点之间睡觉。这一些安排让我感觉自己在这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有多一些确定性。我只需要按照这一些时间段稳扎稳打的把每一步走好，我想我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的。把钱还完，搬到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然后继续到处看看这个世界。不知道看到这里的你还好吗？
过去的我一直很执着于一定要快点找到答案以及方法，但当我停下来了，放慢了速度，答案就在路上一个一个的浮现。很希望你也可以慢慢的得到属于你的答案。我知道我接下来还是会遇见崩溃的位老朋友，但我想下次遇到他的时候，我可以很从容的跟他相处，时间到了，再轻松的跟他说一声再见。最后，记得要谢谢身边愿意帮助、花时间陪伴我们的人，也谢谢宇宙一步一步的指引，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帮助，让我们成长的讯息。最重要的是要谢谢你自己，谢谢自己愿意走出来，让自己余下的生命里有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有想好自己想要创造什么样的生活了吗？不知道我这一次的分享有没有帮助到你一些，希望你有觉得这几分钟没有被浪费。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也希望你可以点一个赞，让演算法推荐给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